水路着实弯绕，把头都绕晕了。屋内可有人在？烦请通报一声。在下丐帮乔峰，求见慕容公子，有要事相商。跟他废什么话？直接抓人便是了。阁下好刀法，不知为何要阻拦乔峰？早就听闻丐帮的乔帮主武功盖世，今日得见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。前辈过奖。敢问大师名讳，与慕容公子是何关系？贫僧乃吐蕃国师鸠摩智，慕容公子的父亲，与我乃是至交。如今故人已逝，公子也不在此处，我已经空等了数日，是时候该告辞了。名花倾国两相欢。当年李太白用芍药比喻这杨贵妃之美，殊不知啊，这花朵虽美，可它却无娇嗔，无低语，无喜笑，无哀思，不及美人缘也。你总是说我美，也不知道真不真。如姑娘这般惊世绝艳一样的人物，难道你身边从来没有人夸过你长得美吗？在这曼陀山庄之中，除了我娘之外，就是婢女仆妇，他们只知道我是小姐，谁管我是美是丑？那外面的人呢？外面的人见了姑娘这样仙女一样的人物，难道不应该都惊喜赞叹，低头膜拜吗？我从来都不到外面去，我娘从来不许我出去。那慕容公子呢？慕容公子也从来没有夸过姑娘生的美吗？他总是很忙，一年到头也没有空闲的时候。我和他在一起时，不是讨论武功，便是讨论国家大事。我讨厌武功。
巧了巧了，我也讨厌武功。我在家的时候啊，我伯父和我爹非得逼着我学武，我说什么都不学，宁可自己一个人跑了出来。我为了时时见他，所以才看那些书的。如果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我就可以说给他听。为什么要你看了说给他听啊？他自己不会看吗？他是我表哥，这里很少人来。自从姑丈去世之后，我娘就跟姑妈吵翻了，连我表哥都不许来。那，你爹爹呢？我爹早就去世了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一面。帮主，我们找了几个仆役问了一下，都说慕容复出门已有月余，至今没有回来。帮主，此处水路发达，那慕容复要用心躲我们，恐怕一日半日也很难找到他。姑苏慕容久有名声，马兄之事，若真他所为，也无闪躲之理。全舵主也说了，少林寺玄悲大师也是死在自己的成名绝技之下。现在少林寺也将此事怀疑为慕容复所为。但愿这个慕容复真像帮主说的那样，敢作敢为，而不是像缩头乌龟一样躲着不敢出来，让人笑话。但愿如此吧。我想去趟少林寺，看看玄悲大师的状况，听听他们的想法。姑娘，在下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王语嫣。王语嫣。王语嫣，就是这几个字。啊，妙极妙极，语笑嫣然，和蔼可亲。这么好的名字，我段誉可收下了。取名字当然要取得好听些。你叫段誉，你的名誉很好吗？只怕有点沽名钓鱼。我若每日都能见你如此般喜笑颜开，此生又复何求啊？他老是一本正经的，从来都不肯跟我说这些无聊的事。他是燕国慕容氏的旧王孙，可是都已经过了几百年，又何必惦记着这些祖宗旧事呢？当个普通人，过着闲云野鹤的生活不好吗？他总是当我是小妹妹，以为我除了读书记武功之外，别的事情都不会。他都不知道，我读书是为了他读的，武功也是为他记的。若不是为了他，我宁愿弹弹琴，写写字。他当真一点也不知道你对他这么的好。我对他好，他当然知道。他待我也很好，只不过我俩就像是兄妹一样的那种好。好了，都已经跟你说了这么多闲话，都还没有到正题。少林寺为什么要这么为难表哥？少林寺的方丈叫做玄慈大师，他有一个师弟叫做玄悲。这个玄悲大师最擅长的武功乃是韦陀杵。这个玄悲大师啊，来到我们大理，不知怎的就被敌人给打死了。而敌人伤他的手法，正是他最擅长的韦陀杵。所以人们都说，此种手法只有姑苏慕容氏会。叫做以彼之道，还施彼身。说的也有道理。
不过这门武功难练得很，他应该不会的。可是你千万不要跟他说，他听到一定会大大生气的。